最近啊，在日本华人圈有一个新闻啊，引起了国内的媒体跟在日华人的广泛关注啊。事情说是有3个中国留学生自己参加这种性爱派对之后得了艾滋病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报复社会，就到池袋这个地方啊，就专门找那些风俗店里的日本的头牌女孩，用高价就一次5万日元啊，就跟他们做那个无保护的性行为。那么在1月到4月份的时候，他们频繁光顾这些风俗店，最终导致有3名日本女孩呢都得了艾滋病。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多在日的华人都转发，我也看到了。我当时在推特的时候也转发了，当时非常义愤的。你想想，作为海外华人的一份子啊，看到在海外的中国人干了坏事啊，基本上我们都是义愤填膺，因为他们做的坏事，我们也得跟着吃雷嘛，对吧？但是后来有人就提醒我，他说王爵，这个新闻你得小心一点，为什么？有一些疑点。然后呢，也有这2天也有很多人跟我讲，他说这个新闻呢你也值得说一说。后来为了说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信息核实，然后就把这篇文章拿过来啊，仔细看了一下，确实啊疑点比较多，有综合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啊。第一啊，就是说艾滋病啊，其实啊你就算感染上之后啊，你要想传染给其他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就是异性之间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啊，一般男传女的概率呢是在500到1000分之一，女传男的概率呢就更低了，差不多是1/1000到1000分之一之间。那么这篇文章讲到啊，这3名留学生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，平均每周去一次，这个频率啊。那你算一下，每周去一次，他3个人传染了3个小姐啊，那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姐16次，咱们4、4、16吧，16次你要按照它的高线算500分之一，你其实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啊，它能够成功传染给对方的这个可能性啊，大致也就是3%。那么你3个人同时都传染过去的概率其实就更低了，所以这件事情首先令人生疑。第二啊，日本的风俗店啊都有严格的体检制度，基本上老板都会每个月给这个女孩子做体检。这个文章里头也提到了，说他们这个体检呢是3个月一次。首先这3个月的时间有点长啊，其次就算3个月一次的话，大家注意到这篇报道里头讲的信息了吗？他说1月份到4月份，这3名中国男性频繁的到店里。那么1月份到4月份，这有4个月的时间，这中间至少有1次你要体检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这个体检的过程中为什么没发现呢？为什么到6月份的时候3个人才同时发现呢？这也不太合乎情理，对吧？这是第2个疑点。第3个疑点就是这篇报道啊本身呢，它也没有提供一些什么客观性的证据，比如说这个女孩的照片呢，你即便是你不能够露脸，你出个背影，对吧？打个马赛克，还有你这个场所，就池袋的那些场所，你不能出具体的店名，你比如说你模糊的什么之类的。他这文章里他提供一个细节嘛，他说最终发现的时候是把这个男的又重新约到了酒店，这风俗店的老板那些人厉声喝问他承认了。那你这酒店，你既然不出那个外了，你外景，你酒店的房间里头有一张照片，也有说服力。总而言之，这篇文章里头没有看到任何客观性的证据，这是第3个。第4个，文章里提到这女孩没有报警，这其实也不太合乎情理啊。后来我们也专门问了一下日本的法律人士，其实这种行为在日本，如果你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，你还故意传播给其他人，这是犯法的，违反法律的。因为日本的故意伤害罪包含2个内容，第一就是你生理上造成伤害，比如说你胳膊给砍伤了，脚给弄断了，这叫故意伤害啊。还有一个影响健康状态，你把这个人这个故意传染上艾滋病，显然是给人的健康状态造成损害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件事情，如果要是这是真的话，这女孩肯定应该报警。但是这里头呢，也有人讲到了啊，因为那个她女孩本身可能不合法，但不合法不影响她报警，也不影响她维权，这一点在日本毫无问题，对吧？也有人说了，那这些风俗店可能平时都是靠黑社会来保护，是不是？不一定靠警察来保护。那如果是这个逻辑往下走的话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个3个日本的留学生又没有什么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又没什么背景，就去风俗店干这种缺德事儿，风俗店老板发现之后就把他问到酒店里头，问清楚事实就把他放了。
我要是风俗店的老板，我绝对找黑社会把他们腿给他打折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找警察，我把你腿给你弄折，行了吧？这个完全做得到，在日本这个找这个黑社会，对吧？所以他既没有报警，也没有找黑社会，然后就这么拉倒了，然后就找这么一个小报了一下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显得让人觉得怎么疑点很多。后来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些信息核实工作啊，因为刚好我们也在日本，我们呢其实做每一个选题的时候，基本上还首先第一个环节就要核实信息。虽然说我的这个拍案过程中间，有的时候在个别事实细节上也会出一点问题啊。但是总体来讲，我们大的方面上，这个信息上基本不会出太大的问题。那么我们怎么做这个信息核实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就在池袋找人问。这池袋是什么地方？国内的人可能不知道啊，海外的人可能不知道，日本人都在日本的华人都知道，池袋是现在日本啊中国人最集中的地方，相当于美国纽约的法拉盛。因为早年的那些唐人街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横滨有一个中华街。但那个中华街现在中国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，或者说远远没有办法跟东京的池袋相比了。这是过去20年所形成的一个新局面啊。那是中国人很多，我呢就找一个中国的朋友，让他们去找这个风俗店的那些从业人员去问听说没听说这件事情，他们都说没听说，这是第一个途径。第二个，我们就给一些政府部门打电话，跟2个政府部门打了电话。第一个就是池袋所在的区域所打电话。因为每一个区的区域所啊，都有这个感染防治对应的这样的一个部门，问他们呢，他们说他们也看到这样的新闻了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清楚真伪，有关部门好像正在调查，他们也不知道调查的结果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又给东京都啊感染防治的这个部门打电话，东京都的感染防治部门，他还有专门负责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科，打电话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说啊，他们也留心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信息的真伪。是有戏，这个事情的真伪，而且呢，他们也没有做调查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不知道真伪的情况下呢，他们也就调查也没有意义。而且他还跟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什么信息都可以流传。就显然呢，他们认为这件事情的可信度也不是特别高。第3个途径，我们又给这个《现代周刊》啊直接打了电话。打电话的时候，无巧不巧，接电话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。我们就问他，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真的呀？说你怎么做的采访啊？他跟我们这么讲的。他说呢，这个女孩跟他们的陈述的确都是真的，但是第一，他们没有采访到这所谓的3名中国留学生。只是听了这女孩的陈述。第二呢，他也没让这些女孩出示一些所谓的客观性的证据，是吧？第3呢，他们也没有后续在做报道的这么一个计划吧。综合以上信息啊，我们认为啊，就这篇文章呢，它的这个可信度啊不是特别高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按照我们媒体啊正常的来讲，首先你单一信息源你要使用起来要极其谨慎。你这个女孩如果只有她的陈述，不是说不行，但是你得有一些客观性的证据，比如说这3个女孩到底得没得艾滋病啊？那这个你首先要核实吧。第二，这3名所谓的男性他到底存不存在呀？这个你也得核实吧。就即便是你没有采访到这3个人，你也得核实这3个人是不是存在呀。如果要是说这2个环节都没做的话，那这篇文章的可信度就很低了。更何况啊，就是这个《现代周刊》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，就发现呢，这个杂志本身呢，确实呢，它在日本不算主流媒体。日本的主流媒体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报纸中间的读卖新闻、朝日新闻是吧？产经新闻，这些都属于主流的报纸。在杂志中间呢，在日本大家都知道，文春周刊呢就做一些爆料新闻，可信度也比较高。这个《现代周刊》呢，它的上级单位是讲谈社，这讲谈社在日本呢大名鼎鼎。我们学历史的都知道啊，讲谈社它既是出版公司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团体。这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史啊这一套很有名，但是这个《现代周刊》呢，在日本呢，说实在的，属于2、3流的，怎么说呢？2、3流的媒体。你看他最近写的这些报道的标题啊，比如说什么三峡大坝要垮了，
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想笑，是吧？这三峡大坝在海外一些华人的微信群里头啊，已经倒了10几次了。自从这个三峡大坝建起来之后啊，好像每年都说这个三峡大坝要崩溃，但是三峡大坝其实一直还在啊。就是这个《现代周刊》能报道出这样的文章啊，就说明它其实这篇文章整体的报道质量啊堪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其实既没有实地采访的能力，同时也没有不去实地采访、信息核实的能力。其实这个报纸不是这个报纸，其实这个周刊啊，历史上也因为一些事实的报道啊吃过官司。比如说07年的时候，日本有个叫朝青龙的人，这个人呢是个蒙古人，在这个日本呢就是练相扑的。在日本的相扑界呢，蒙古族呢是一个蒙古人啊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很多蒙古人呢，就是尤其是一些家里比较穷的孩子啊，练相扑到日本来打职业比赛啊，是他们能够通往财富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捷径。所以在日本的相扑界啊，有很多日本人。这朝青龙啊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07年的时候呢，《现代周刊》呢就写过一篇报道，说这朝青龙啊比赛作假。这朝青龙啊是日本当年的横杠啊，横杠就是日本那个相扑中间等级最高的那个选手，全日本好像每年也就是2个人。所以这朝青龙一看《现代周刊》的这个报道就不干了，就把这《现代周刊》和讲谈社告上了法庭。后来一共有30多名相扑手啊，就一起加入了诉讼。法院最终裁决啊，这《现代周刊》报道完全是杜撰的，没有事实依据。后来呢，就判定讲谈社和《现代周刊》呢赔偿朝青龙这些人一共是4300万日元。这个当年啊，案子影响很大，因为4300万日元是日本啊有史以来啊，因为名誉侵权案赔偿数额最高的案件。所以你看，《现代周刊》当年也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吃过官司，其实还不止这一起，还有其他的啊。就说了这么多啊，我的意思总体感受呢，就是整个这篇报道呢，基本上是存疑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假新闻啊，我也没有这个证据，但是可信度非常低。我们都知道，海外华人啊，确实有些人败类，在海外做了很多坏事儿，比如说一些在日的华人租房子的过程中给人弄得很脏，然后呢，有的人甚至就不交房租就跑了。比如说当时312地震的时候啊，很多中国留学生，是吧？一听说核辐射了，就急急忙忙跑回中国，房子也不要了，然后租的房子他也不管了。日本的法律规定啊，租客如果你找不着，你不能随便打开房子，必须要有一定的期限，是3个月还是6个月啊？这房东干着急也没有办法。后来等到几个月之后打开房间的时候，里边一片狼藉，然后呢，他找不到这个人，这几个月的房租又损失了。所以这些行为最后导致啊，我们这些普通的中国人在海外租房子就变得非常困难。人们一看见你是中国人，很多事情就做起来非常难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些海外华人中间的败类啊，也确确实实是恨之入骨，认为他们干了坏事，确实不光是给他们自己丢脸，也影响到了我们很多海外华人的众多利益，每个人的普通利益。但是我们对这些行为的谴责之前，尤其是媒体报道过程中，也要首先分辨出来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可能性不大。如果不是真的，咱也没有必要把这脏水往咱这个海外华人身上揽，对吧？那本来这身上实际上脏水就够多的了，你还能嫌它少吗？是吧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就说现在啊，我们国内的舆论也好，包括我们在海外生活的这些人也好，怎么才能获得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信息呢？比较这个准确的信息呢？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则。第一呢，就尽量看所在国家那些主流媒体的报道，比如美国呀，这 CNN 呢，这个纽约时报啊，华尔街日报啊，这些主流媒体的报道相对来说它的可靠性较高。在日本呢，这读卖新闻呐、朝日新闻呐、产经新闻呐，这些报纸相对来说它也是公信力比较强的。这杂志里头文春周刊相对来说也是公信力比较强的。但是除此之外的一些2、3流的媒体，如果有报道的时候，你要特别谨慎小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头，它办媒体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事情，谁都可以办，也没有新闻审查机制。说实在的啊，你报了假新闻，如果当事人不去告你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你就像这篇报道，它如果是假新闻，由于它这个文中写的都是化名，其实如果没有人起诉它，这个杂志没什么事儿啊。
因为他这里头并没有说这个人是哪个学校的，姓神名谁，他只说姓袁。那姓袁的中国人多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因为你姓袁你就起诉他吧？他只要没有说出来准确的姓名名称，其实你实际上没有办法就是有人去起诉他的。所以这就给很多假新闻呢提供了一些大行其道的这种方便之途。那么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也好，包括海内的人要看这些报道的时候，一定要多一个，我觉得多一根弦。对那些2、3流、3、4流的那些杂志和媒体的报道，一定不要轻而易举的就把它当作既定事实来相信。这是第2点。第3点，现在世界各地啊，很多国家都有一些华人办的公众号，这些公众号呢，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当地的一些媒体啊，这些资讯翻译出来变成中文，在公众号里推送。我个人感觉啊，对这些公众号要特别小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公众号为了流量啊，第一就是什么信息狗血，它搬运什么。你像这个事儿，留学生艾滋病，然后主动传播，很耸动，所以这个公众号就特别愿意选择这样的新闻去传播，同时呢，还可以在道德高点上去挞伐一番。第2呢，他们一般来说是不做事实核实的。他们其实一般来说，公众号就1个人、2个人，是吧？最多3个人。他们也没有力量去做信息核实，甚至说实在，他没有兴趣做信息核实。有的呢，他还不但不做信息核实，还做一些添油加醋的工作。你比如说，就这篇文章来讲啊，这篇文章讲的那1000人的时候，他是说这3个人的行为最终导致了3个女孩子这个感染了，它有可能造成1000个人有潜在的风险。原文是这么讲的，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？是说这3个女孩在这个跟这3个中国留学生发生关系的同时，还跟其他的人大概接了有1000个其他的客人吧。但是你想想，那些人可能有保护措施，在做生意的时候啊，所以那个风险即便有，其实风险也比较低。但是有些公众号啊，在搬运这些信息的时候，直接就说成了什么呢？就说成了这1000个人已经被感染了，而且说啊，这是仅次于新冠疫情的另一起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。你想想，这就离事实已经很离谱了，越来越离谱了，对吧？就他们其实并不太关心这事实本身是什么，而是关心流量。哎呀，说完这些话，我还想再说几句啊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对于海外华人这个群体啊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呢，在国际上都能够置身之爱，对吧？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同时呢，也让这个所在国的这些人呢，发自内心的能尊重我们。就比如说在日本吧，我们如果跟别人见面的时候都能守时，工作的时候都能认真，然后呢，考试的时候也不作弊。其实遇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讲，别把这些脏水都往我们中国人身上泼。但反过来，如果你在其他方面做得不好，人家往我们身上泼这些脏水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苦难言。人家会说，你看考试作弊吧。前不久日本不就是有中国人作弊被抓起来了吗？还是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啊，专门组织作弊啊，过那个日本的日语的 N1、N2 啊，花50万块钱就保你过，甚至其实考大学院都保你过。那你频繁的有这种真实的事件发生，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是百口莫辩呐。所以啊，每个中国人做好自己，不管在哪儿，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别人讲，少跟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，少来，是吧？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追求的定位，对吧？好，我们今天。